大家有听到的，在聊天群里发一下，发一个一，让我看到大家有听到我声音。那好的，现在我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呃这个培训课程。今天的这次培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复刻经典橱柜的设计，其实就是算是临摹一次 Polyform 的一个橱柜，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背景图我们会呃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临摹这个橱柜，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是会进行一个 AI 渲染的一个应用培训。那这次培训的两部分的话。呃，其中第一部分的话，我会讲到一些经典橱柜的一个设计案例分析，以及后面的这个软件实操的一个技巧，还有一些流程，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设计效率。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是效果图 AI 运用，一个是我们软件自带的这个 K20云端渲染，然后可以快速的AI 设计，不需要打灯光，直接是 AI 渲染，然后可以中间替换人物，增加一些你希望呈现的一个软装效果。然后剩下的话就是还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呃关于谷歌的一个 AI 渲染，Flow AI 和 Gemini AI 这两部分的话是属于一个嗯，现在来说就是效果比较突出，就是可以更快更好的呈现你的一个渲染效果。这个后面我会就是详细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话会讲到两个品牌，一个是 Polyform，一个 Boffy，这两个的话就是算是比较高端定制的一个旗舰品牌了。然后这两个的基本上的风格的话都是极简主义和意式奢华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也比较符合我们这种全屋定制，我们是比较能接近的临摹它的一个产品。这样的话，为客户提供一个比较高端的呈现，然后用一个比较相对呃更性价比更高的一个价格。然后这边的话，我会做一个 PDF 的一个分析，里面的话会有一个两个品牌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对产品的一个分析，然后运用到我们自己的产品当中。我这里打开两个 PDF，为大家共享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PDF 吗？现在可以看清楚吗？可以看清楚吗？在群里，在这个聊天群里可以打一，让我看到。啊，好，这个品牌的话是 Boffy，就是我们都基本上都有听说过这些品牌。这个品牌的话，我们可以学习它哪些地方呢？首先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橱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高端橱柜，很多都是一个一字形高柜在后面，然后中间一个一字形岛台加一个悬浮的一个桌面，这种是比较常规的建筑化思维的一种做法，就是整个橱柜非常极简，把所有的电器容纳到这个高柜橱柜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收纳的一些设备，放进我们的岛台当中。让整个家具和整个建筑和整个别墅融为一体，就不会出现一个突兀，整体也是非常统一的。然后再通过这些颜色的对比增加这个产品的一个突出，然后再通过丰富产品的细节，可以看到它这个都是免拉手或者是嵌入式拉手，它是比较相对来说是很极简的。嗯，可以看到它的岛台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产品的做法的，就相对来说不会特别复杂，都是一个一字形岛台，然后搭接一个这种悬浮的一个餐桌。你像这些，我们能学到这个产品的哪些东西，其实很很好的模仿和临摹的话，就是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正常我们来分析这个橱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刚才有说到它的一个颜色做着很大的一个对比，其次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产品的布局以及它的比例，就是首先它会分为两大块，一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高柜系统，然后中间的一个岛台，再加一个悬浮餐桌。然后如果有多余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是旁边再加一个一字形地柜。其实我们有看到它其实做吊柜非常少。首先吊柜的话，我们使用起来不是那么便利。然后，当然，就是我看到的很多的这种高定品牌，他们做的都是比较少的吊柜，更多的高柜。那可以想一下，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做的产品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布局，一个很大的一字形嵌入式的一个高柜。然后一个岛台加一个全副餐桌，然后如果有更多空间的话，也加一个一字形地柜。为什么这些高定品牌它做高柜多，吊柜少？其实它是为了减少它不会说把很多的这个台面做的特别多，因为台面越多，我们的台面会显得越乱。那我们尽可能把所有的收纳物品都放到高柜里面。那高柜它会做到。Hello，呃屏幕看不到东西呀、看不到东西是吗？哎，我这个是分享整个屏幕。可以了，呃，刚才这个 PDF 是可以看到是吗？就是波费的这个橱柜。可以了，现在可以看到了。现在可以看到是吧？现在嗯，是可以看到吗？对，哦哦，那可能刚才那个截图部分是没有看到，我刚才是用了截图一个软件，截在这里。后面了一会儿我会为大家分享这个截图软件，非常方便，它可以悬浮在这个屏幕上。一会儿我们会再详细讲这个截图讲后面的一个设计技巧。就比如，比如我们如果复刻这个橱柜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放到边上，然后我们打开自己软件再复刻它。这个是可以看到是吗？可以的。啊。刚才分析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这些高定品牌的一些橱柜，我们如何临摹它，然后如何让我们的这个设计作品，做出更高端的一个表达。那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比例。我再说一个点，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高定的品牌的橱柜，它的门板。
相对来说都比较宽，可能都是在500到600，有注意到是吧？因为等我发现的时候都烂掉了，完全不知道他们有卖还没关。然后我们继续啊，然后呃，可以往后看一下他的作品，所有都是这种隐藏式的一个设计，然后加上这种玻璃门板的一个对比。其实这个嗯橱柜非常简单，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高柜系统，然后中间有加开放格、加玻璃门板，然后其他的所有收纳都隐藏在柜子里面。然后嗯它的岛台部分可以看到也是比较简单的，这边的话全部是相同的成等比这个效果的一个门板，它的门板的宽度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做的设计中，其实我们门板很多都做400、450，一般来说就是做到五百宽度，门板的宽度做到500到600，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大气，自己以后在设计时候其实可以注意到这一点的。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提升整个橱柜的一个气场吧，可以说。你看我这个导台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到，它就是把它的门板做到很宽，门板很宽，然后它的宽高比不会显得特别瘦长，包括它的高柜也是，我们尽可能做到500到600吧。这个最好的话就是按照整50、400，最少的话就尽可能不要低于450吧，450到600之间，在这个门板。然后也要考虑你的抽屉收纳系统，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水槽系统，然后一个燃气的一个收纳，燃气的一个储物，包括烤箱、洗碗机这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以在这个效果图，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就是它的效果图，就是其实它的软装饰品，首先在颜色上是非常简单统一的。你看可以看到很多都是黑色、白色的一个储物罐、陶瓶，然后还有一些玻璃的产品。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它不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即使五颜六色的部分，它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个绿植，但是它绿植又非常简单，就是整体的话就是不会说抢到你这个橱柜的一个视觉系统，是它这个橱柜其实就是一个视觉中心，我们所有的这软装饰品是为它服务的，它不会特别出挑。你像这个绿植，包括这个挂画，它都不会说特别出挑。这个在我们做效果图中可以注意。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它所有的这些设计，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话，其实它都是非常的这种方正，它是体块儿的一个思维，就是我们建筑思维讲的，就是都是一个大体块，一个大的体块的一个高柜，一个大的体块的一个岛台，然后一个圆形的一个吧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就是会，非常的大气，它不会让你显得非常的小气，就是非常凌乱。我们的所有的视觉都能看到这一块儿，你只有这种大的体块，你才能整个更有气场。也更极简，就是整个效果会更好。当然，它也会做对比。你看，我们这边全部都做了一个方的，然后它在这个岛台地方，它做一个圆的。那它对比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主题才能让这个橱柜更大的一个突出。那它通过这种开放的一个和封闭的对比，通过深色和浅色的对比，就通过不同的对比来让这个橱柜也更突出。那我刚才讲到的有几个点，一个是体块思维，一个是对比，对比包括形状的对比。你看到岛台的方，吧台这个桌台的一个圆，这种方圆形状的对比，颜色的对比，白色的门板，深色的柜体，然后包括开放与封闭的对比，开放的这种开放格和这种封闭的门板。通过这种对比，也可以提升这个橱柜的整体效果。
然后还有一个主次的对比，刚才说到了主次对比，那就是所有的这种软装饰品，它都是辅助的，它一定不能特别出挑。我们在颜色选择中，一定是让它做到了尽量和柜体达到融合，它不会说特别出挑，让整个视觉中心都体现在整个橱柜当中。而且它的主次对比的话，那就是我们拍照就是做这个效果图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视觉中心的。那我拍这张照片，那我能表达什么？那就是这个橱柜。我们在后面自己做效果图的时候，也是可以学习这种有视觉中心的表达。有时候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拍的就是有很多的角度，其实你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角度，一个简单的45度，一个正面的视角，然后这个是一个细节放大的一个侧面的视角，它不会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就是我们在做效果图的时候，这种视角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效果图部分要注意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这个 PDF 包括这是博飞的，一会儿还有一个 Polyform 的，我后期会发送到群里共享，大家就是在后面设计当中都可以学习它的一个呃设计，就通过这些比例、颜色，包括它的一个拍照视角，就是多方位学习它的这个为什么能做到那么贵，客户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橱柜，就是可以做在我们方案当中。都可以。这个我们现在我会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后面的话我们就是以临摹为主，自己在下面的话就是在课后的话都可以学习它的，包括它的开放格的一些设计。其实它的开放格也设计的非常简单，它不会做很多的错位，其实就是一个一字形的。呃，包括它这个材料的一个对比，其实刚才有讲到对比嘛。它有这个带金属的，其实我们的产品当中也有一个金属方框的一个对比，金属架的一个材料，那我们也可以加入到这种设计当中。然后像这些开放格，这些开放格很少，但是它又非常出效果。那你像做这一个这样的开放格，在你所有封闭的门板当中会非常出挑，然后整个效果也非常好。你像这些橱柜，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设计当中体现，可以自己也学习一下，就是我们以后在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呃，我们尽可能就是，如果我们能为客户推荐这些电器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这种嵌入式的这个冰箱，我们可能现在看不到嵌入式的这种烤箱，包括咖啡机。嵌入式的这种恒温酒柜都可以用在我们的设计当中。然后，当然这些抽屉的收纳，我相信你们也都很熟悉，就是都会增加一些刀叉盒啊，或者是增加一些拉篮的一个设计，包括呃，就是尽可能就是放在这个岛台当中。刚才说到了，其实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橱柜当中的设计，就是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功能区划分。这个的话，我们最好的话是，我不知道你们的习惯，我个人的习惯，像这种大的橱柜，那我一定是画 CAD，AutoCAD，画 CAD，在里面的话进行一个功能分区。然后进行一个模块化，包括就像这些，我们通常的这个参数都是六百柜嘛，就是所有电器就是能匹配大部分的一个品牌，都做600的一个这种功能分区化，然后画出来之后，然后我再通过 AutoCAD 画出来的这个分区之后，我再在我们 K20里进行建模。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心里有数的，心里清楚我们这块儿是怎么设计的。像这种大橱柜，我们尽可能就是提前要做好这种分区。如果是直接用K20的话，那其实设计起来。
你可能会中途被你的思维会被你想要放到哪个区域或去找柜子的时候会被打断，所以我们用 AutoCAD 可以更快的把这个功能分区给它重新布局好，这样的话就是会做出来的设计作品可能更贴近你想要的一个效果。这个我后面的话都会发给大家，把这个像这些我们全都是可以copy 的，就是学习它的一些设计。它的颜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尽可能按照我们接近的颜色，像这些木纹色、这些石纹门板，其实我们其实是会有一些接近的。它的设计都比较简单，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学习的，都是封闭的门板、开放格，通过这种极度夸张的对比，超宽的门板、极小的这种开放格，可能它这个门板，我们按最大的做600，那它这个开放格可能做到300，这样或者是280，就是做到更小，通过这种对比，让这个视觉张力更强。然后这个是一个颜色的对比，通过后面这个红色，然后和前面的一个金属的这种饰面来做一个这种强烈的对比，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嗯发光的一个背板，然后台上的话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台上柜，其实它的我们基本上看了那么多效果图，他的那么多作品，我们很少看到吊柜。他的吊柜做的很简单，就是一个一字层板，就很简单，但是又很高级。所有的他的这种作品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比较少的用到吊柜。用到吊柜的部分，它我刚刚看到了，它是用一个玻璃的展示，在上面有一个。你看，可以像这种一个玻璃门的柜子，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学习在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这个我就不一一带大家分析了。然后我们一会儿会做一个，大家一起操作，都在电脑面前，都在电脑前面吧，可以在这个屏幕里发一个一，让我知道。后面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这种效果图的复刻。那这里我也总结了 Polyform 包括 b 费的一些特征。首先，它的线条是非常极简的，所有的都是一个长方体、正方体或者圆柱体这样的一个对比。然后其次的话，它的色彩的话都是中性色调，它不会出现特别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然后你看搭配深色木纹、金属质感。这种低调奢华，然后木纹的话也是这种天然木材，然后加皮革、金属、玻璃。我这个是有做一个视频录制的，后面的话会有记录。然后功能分区的话，它所有把功能分区都隐藏在柜体收纳里面也有开放的展示区，兼顾这个实用和美观。细节的话，就是一些5金的配件，然后一些无缝拼接的一个工艺波费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然后接下来，现在是9:55，我准备做一个软件实操，我们临摹一个效果图。我会临摹这一套橱柜，这个套的话是 Polyform 的一个套橱柜，我刚才没有打开那个 PDF，后面的话我会发给大家。这个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一个临摹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是 K20，用 K20
AI 渲染的，就是它没有通过我们的灯光材质直接渲染，它是直接通过 AI 渲染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用，有用的可以发一个一，让我知道你们对这个 AI 渲染的一个熟悉度。我看到是有设计师有在用的。这个其实非常好用，它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设计效率，减少很多时间。然后它是有可以，你可以给它增加一些提示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增加提示词的方式。你看它是一个不同冷暖的一个效果。嗯，这个是稍后会讲的 AI 渲染，但是我们先通过从建模开始，然后到渲染。然后这个是谷歌的一个 Flow 的一个渲染，谷歌的它这个Flow 这个渲染的效果可能会材质更好，然后它的精度会更高，然后它的灵活度也会更高，但是它的问题也有，就是它相对于我们自己的产品的 AI 渲染，它还原度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比如我们的门板材质、门型拉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变化。我们在初次方案设计中可以给客户展示，但是后期确认的话，还是尽可能以实物确认，或者是以公司的这个 AI 渲染为主。后面我会都为大家展示。那现在我我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还原，这样的话我们再到后面的 AI 渲染就更快了。正常我们的一个设计的话，都是有一个常规步骤的，就是从最开始的一个尺寸测量，然后到规划布局，规划布局就是我刚才讲的，尽可能用到 AutoCAD，来做一个规划布局。因为如果一个比较大的橱柜，我们直接拉模型进去，我们的设计效率会非常低，而且我们的设计会不整体，因为我们中间会去找那些模型，找模型的时候，我们的思路会被打断，所以最好的话就是提前做一个规划布局，然后再通过单元柜体的一个拖放，然后调整尺寸啊。那这个的尺寸在我们做规划布局的时候都已经设计好了，所以我们到软件中直接输入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到最后的材质配色，然后台面线条到最后的渲染输出。像现在渲染出完全可以通过 AI 渲染了，就不需要再通过呃这个软件的打光，设置角度这些比较复杂了。那现在大家都打开自己的 K20吧，我们一起开始吧，准备。大家要不要休息一下？现在半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休息吧。嗯，晚一会儿。哦，这里的话，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个圆盘工具。你有看到我的现在的屏幕吗？就是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快捷操作圆盘。那我可以通过这个圆盘工具快速的找到我的这个设计系统 K20。大家有看到吗？可以发个一。这个软件的话叫 Quicker，大家可以搜一下，看一下国外现在能不能用。就是我在中国的话，这边这是中国软件，这个软件的话，它是一个圆盘软件，算是。你看这个是我自己设置的一个快捷键，就是它现在可能还没进去。它这个可以快速的调用我们的一些产品，比如那你看我们这边有新建方案、另存为、显影门，包括显影饰品，这些可以更快的操作，就是直接右键一滑，它出现一个圆盘，然后可以提前设置好快捷键，结合我们的设计软件，做到一个更快的一个输出。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有点慢，稍等一下。
大家可以现在在自己的那边可以看能不能安装这个软件。后期的话，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是想学习这个软件的话，其实我可以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呃或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开一个课程，关于如何设置这个快捷键，结合我们的元方 K20做一个设计分享，它会非常方便。一会儿设计中我会为大家展示。然后刚才我说到有一个截图软件，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它这个也是一个免费的，呃，是叫是我打出来的给大家。这个截图软件大家有没有用过？可以在聊天群里发一下，它这个也非常方便。就是可以随意的截图，然后浮在表面。那我们有一个参考图在做这边的话，我们做效果图就非常方便。大家有用过吗？这两个的话都是非常实用的，可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的一个软件。那大家可以，我可以把这个发到聊天窗口，大家可以下载一下，这个应该是通用的。然后刚才这个叫 Quicker，这两个大家可以回头自己下载一下，它是非常方便的。然后今天我们要临摹的是这个图片，我这个是用刚才那个贴图软件，可以放在桌面上，它一直保持在最前面。哎，这个怎么还没进来？我重新登录一下。啊，好。像这样的一个橱柜，你们通常的一个设计方式是什么？如果是临摹，给你们临摹的话。有没有可以在群里发一下，我看一下你们的设计流程或者是方式，我们有没有不同，或者是我这边的话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设计方法，这样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设计方法吧。如果是临摹这个效果图，那首先我会分析它的一个高贵的一个。高贵的门，我们通常按照这种模数，就是600的模数，就是高贵，我们通常都会做到600嘛，因为它和这个电器有强相关。然后做六百的话，我们可以数一下，因为它这个参考图可能不那么完全，我可以先按照这个参考图来，可以数一下，左边是3个，然后中间这个金属架，这个是一个金属开放架。然后我也是按照600的来算，就是1、2、3、4、5、6、7、8、9、10、11、12，一共12个。十二个的话就是十二个我们按照600一个的话就是12乘600嘛。这里的话我会先画一个 CAD。
那 CAD 我也是结合了刚才那个 Quick 软件，嗯、可以更快的达成我想要的操作。所有的这些都设置了快捷键。那比如这边我先随便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矩形吧，然后宽度我不知道，我这边的话高度可以先按照2.7米来算。刚才说到了，就是600的话，首先我两边我先按照左边的话是有一个50的封板，嗯，我这边其实有自己设置一些快捷键，我先左边按50的一个收口，然后这边的按600，600有12个，1、2、3、4、5、6、7、8、9、10、11、12，然后这边再加一个50的收口，这边修剪一下。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柜的一个尺寸，那可以看一下测量一下它一个总宽度是多少，7.3米，7.3米。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K20里面，建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先大概把这个画完。那比如我们左边的话，可能会预留一个600到800的这个墙面的一个距离，然后顶的话，可能如果我这个位置是做两米七，那我们这个顶的话，可能我们可以按照3米、3.2米的一个高度做这个层高。呃，因为这次是临摹比较特殊，常规情况下我们肯定正常都是进行一个房屋量尺，所以我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推算临摹这个效果图需要的一个空间尺寸。那我这边的话就是通过3.2米，400、600、800。然后这边也偏一，这边可以无所谓了，就是偏一个2米吧。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建那个房间的大小。这个宽度有10米，呃，10米0、100，可以建一个10米就可以。然后我这边再分别量出来这边的尺寸，800。哦，10米。我们先通过 K20来建模。大家可以不用做这一步，因为这一次我们只是做一个呃模型还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方法，然后我们尽可能快一点，因为后面的还有其他的一个内容，可以直接按照我这个方法来先开始建模就可以了。这边的话是十米，你们也可以开始自己的一个操作，先建一个十米的一个房间，然后十米的这个面宽进深的话，我们
给到6米也可以。啊，重新来一下。然后这里的话，我是通过分段的形式来做一个房间拆分，这边的还是800，然后这边再进行一个拆分，7.2米，这里不太对，800，7.2米，啊，7.3米。啊，这边左右两边的数字其实不用那么精准，和 CAD 一样，我们主要是画这中间这一部分啊。你当然也可以这边调成和这个左边800，右边1.9米。1.3米，然后房间高度3.2米，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一字窗，我们直接添加一个窗口，通过推拉门、阳台门，这个矩形窗吧。它这个是紧贴这边的，我们也可以。6米的话，我看一下，好像是有点大。然后修改一下窗户的这个高度。首先离地的话，它就是落地的，我们就是0了。然后高度的话，直接到顶3.2米。大家有在操作吗？可以在这个聊天区发一下你们的一个状态，可以跟上是吧？或者我在这里等一下大家，大家完成这个操作的话，我在聊天群里发一个1。
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截图软件，在这里就可以用到。你看，直接截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左边这边墙是800，中间7.3米，最右边的话是1.9米。做到这一步的，可以在这个聊天群里发一下，让我知道你做完。其他人有做完吗？我看到有2个设计师已经做完了，3个。窗户大家也可以替换成这个款式的窗户，7887这个款式，其实它这个是可以和这个效果图中比较接近的。然后我们再建这个高柜的这个上边的这个梁，这个梁的话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吊顶的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这种建模的方式，都可以。这里我通过这个吊顶的方式了吧，平顶天花，石膏板封顶。然后这个下沉的话，就是我们按照2.7米算的话，就是300、200、500，下沉500。这一步基本上都跟到了吧？没有发弹幕的可以，没有发聊天的话，可以发一下聊天信息，让我知道你跟得上。那我们现在开始后面一步，这个，因为我们要赶一下这个课程的一个时间，不然后面的课程的话可能会比较慢。因为这个的话，每个人的这个呃设计的时间它可能不太一样，后面的话也可以自己再慢慢把这个拼凑起来。我们先继续往下讲，然后你可以跟着看着我的这个方式，然后回头再看录制，往后做也可以。那正常的话，我们做这个橱柜的话，左右包括顶底的话都做收口。那因为我们这个是临摹嘛，可能为了追求好看，我们的顶或者是两边的话，这个收口的话，可以看自己的一个情况。那我这边是做一个50。我这里的话会说到另外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我们右侧这个模板，大家有用到吗？可以在在评论区发一下，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模板。这个的话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快捷方式。
我鼠标现在点的这个位置，这里是我经常用的一个快捷方式，我都会放在这里。比如我现在这边的话放了一个顶峰版的一个收口，然后超高修口版，那就在这里我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就非常方便。我们不用在里面再去找到这个通用板件，然后再找到这个对应的一个，我直接放在这个位置。这里的话，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到这个模板，这个应该大家都有用到吗？可以发一下聊天，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用到过。没有，以后我建议的话，以后可以用到这个，这个非常方便，我们就把我们最常用的放在这里，那我们随手都可以调到，这又是一个快速提高你设计效率的一个方式。我可以简单给大家过一下我大概放了哪些。就你其实你看，呃，有设计师不知道怎么放过去，其实很简单。那你看它有不同的模板，比如我重新新建一个，我直接点击这个拖动到这里，它就可以直接使用，看到吗？然后这里是删除，非常简单。这个非常简单，以后大家都可以用到，这个可以提升非常高的效率。你看，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放的一个内容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单列的衣柜柜门，可以把这个门先隐藏了。那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嘛，上下挂一通是非常常用的。这个也是第二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上下挂一，我这边也是把门先隐藏。然后第三个的话可能是四门常用的这种列四门柜。这些都是我非常常用的一个柜体组合，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熟悉常用的一个柜体组合放在这边，然后这个是单列的一个吊柜，然后还有一些，比如吊柜的一个封板，顶收口的一个封板，左侧的一个修口板，左右的修口板，然后这边的话是呃也是修口板，然后这个是超高的，这个是一个2.4米以下的，然后这种的话就是见光板，然后这边的话超高见光板，那这个是我衣柜中常用的一个模块，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经常用的一个模块都可以放在这边，非常好用。然后当然你看到它有快捷键，F1是它的快捷键，你可以不用鼠标点它，按 F1，它可以直接调用。你看，直接就调用了。那这个大家以后一定要用到，非常快，非常方便。那我继续讲后面的橱柜，这里的话就不继续往后讲了。嗯，那我们看到分析一下这个橱柜，这橱柜的话，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分析到它这个位置，它要么是拉篮高柜，要么就是层板高柜，要么可能就是一个嵌入式冰箱。我们可以先，因为这次的话，主要就是除了临摹这个效果图，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后面的 AI 渲染，为了提高大家的一个时间效率。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只临摹外观，我们不分析里面的一个布局。那这里的话就是一个高柜，那我们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高柜，呃，可以直接到橱柜高柜，然后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这个高柜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可以直接调进来，然后这边是50，调整一下它的深度。我们按照这个600的柜体呢，就是580的柜身。然后我测量一下这个3.1往后移动3。刚才有说到就是快捷键，大家就尽可能用到快捷键。
因为快捷键可以更高更快的提升我们的设计效率。像我现在一直在用快捷键，很少去点，比如鼠标点这些位置。如果点的话也可以，就是效率上它会没那么快。我们可以多设置这个，通过设置快捷键。偏好设置这边的话有一个快捷键，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保存自己的一个设置快捷键。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快捷键基本上设满了，我常用到的我全部会给它设计，所以这就牵扯到可能我们记不住那么多快捷键。那我这个方式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圆盘工具。通过这个圆盘工具，我把所有的快捷键都放在这个工具里面，那我可以更快速的。后面的话大家可以下载这个，我刚才有发在这个聊天群里了，叫 Quicker，大家可以到时候下载一下，看一下能不能使用。具体的如何使用的话，我后面或者你可以主动找到我，我这边可以跟你讲一下大概这个是怎么使用。这个是属于一款插件，非常方便。呃。它有免费版本，然后也有收费版本。收费的话，大家先看一下自己好不好用。好用的话，可以充值一下，它一年是50-60块，也不贵人民币。那我们继续说到这个橱柜了。那刚才是通过这种快捷方式，快捷调用的一个模板调到这个收口板。那我先对齐一下它一个尺寸。这边应该是600的。这里好。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造型。那我们这个柜子常规的柜体，它的最高高度只能做到2.4米。那如何做这种分两个门又要做到2.7米的形式？那可能就是我们要通过把这个门板上延伸，做成一体门，然后再加上一个上面再加上一个吊柜，就可以做成效果图这种效果。那首先改一下它的一个宽度600，然后这个高度我们先按照最高的来，然后上面还剩690，那我这边的话就找一个吊柜，橱柜吊柜690。呃，这边的收口我也按50来留，那这个就是640。放一个单门吧。呃，正常我们的这种吊柜的话，最多的深度只能做到450。那这里的话可以用到台上柜，台上柜的它深度就可以做到更深。嗯，这里的话，因为它这个，诶，我刚才的吊顶好像没有出来，我重新加一下吊顶。那这个高度我就按照2.1米来吧，2.1米，然后再这个零，先把这个移过来，测量一下490。那这里我就做440。
然后再选择组件，把这个门板删掉。这个门板，上延伸看一下能不能延伸。刚才是440，上延伸440，哦，点错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和它这个结构基本上是一致了。然后这里的话，我其实因为可以看一下它的比例，它这个上下门的分段，其实它下门其实是会比我们默认的660要高的。这里有的话，我可以通过调整一下它这个下门的高度。下柜高度这里我就给它改到，常规我们做很多都是做台面离地900高，那我按900再减110，然后再减去正常台面按40的话就是150，那就是下柜高度就是850，750，这样的话它的比例可能就是更接近于效果图这个比例了。这里颜色的话，我们也给它改，先后面改颜色也行。那这样的话，就是从模块的话，就是基本上和它这个是基本上一样了。我这里的话可以给它成个组，然后我再通过复制，复制这边的话可能要解组一下。这里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替换镜像。如果复制的话，你看这个门的话，正常是对开，然后我这里的话通过复制，然后再通过镜像这种更快的方式来通过调整到想要的一个效果。这里的话还改成750，然后门板上延伸440，大家有跟到这一步吗？做到这一步的话，做好之后在聊天群里可以打一个1，因为后面的步骤其实更多的话都是复制。嗯，大家有做到这一步吗？
有做到这一步的，可以在群里聊天群里发一个一，让我知道。啊，这个设计师很快，每次都能第一个做完。那你们边做着，我这里可以说一下另外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我们常做的有一些模块，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收藏的方式。那比如，那这个柜子，以后我可能还会用，那我给它组合到一起之后，那我可以进行一个收藏。这里有一个收藏，大家有用过吗？收藏，用过的打个一，没用过的话打一个没用。点一个收藏，那这里收藏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组合收藏，然后进行一个分类，组合分藏收藏完，然后进行一个分类。这样的话，我们常用的这个模块，自己做的一些模块，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个收藏里面。下次我可以直接调用。你像这个金属的一个柜子，是我上次之前做的，然后我直接放在这里面，然后就这次的话，我可以直接用。它是一个金属开放柜，和它这个产品中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款式。那这个柜子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哪一款，然后大家可以直接调用。呃，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屏幕，我把这个复制一下吧。这款柜子大家可以调出来，然后做成这个造型。那我这边的话就是2580，这个高度2540，那这里我改一下高度就好了。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这个，这一步大家有做到吗？就是我给大家发的这款金属柜，大家可以调用出来。
时间关系，这里的话，我就先往后讲，然后后面的话，因为要讲 AI 渲染，可能时间的话，呃，太慢的话，可能就赶不上了。我先往后讲，然后大家可以课下再试着临摹一下，然后我可以讲一下，大家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大家自己课下再临摹一下吧。那其实后面它的高贵，我们分析来看，可以说是比较统一的。那我可以通过直接复制。金属柜的深度是不是限制150？这个金属柜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限制的。然后我们可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后面就不做那么深了，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像这种比较大的一个橱柜，我们不是每一个位置都要用到，我们这边的话直接留空就好了。因为它本身是作为一个展示的一个作用，确实是150的限制。然后我继续往后了。呃，像这些，包括这个电器高柜，那因为我会经常用到，那我自己的话也是做了一个组合收藏。大家其实这个习惯可以养成一下，就是通过常用的做一个组合收藏。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用过，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方式。那我直接可以调用，因为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模块，对我来说。然后我再对齐一下。嗯，这个580，550，测量一下，20向前移动20，然后高度2580，2540，这里改一下高度。20开完，这些都是一样的。报告修口版。那后面的高柜基本上布局就是这样，然后我可以再通过增加这个顶收口板和地脚线。
这里的话，我一样是设置了快捷键，大家都可以设置快捷键。然后后面的话，如果能用这个圆盘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圆盘。然后材质填一个无选版吧。这里的话，我用喷粉的材质吧，喷粉的看有没有，来700吧。哦，这个错了。这里选的时候要选，因为刚才错的原因是因为它选到了下面的这个高柜，我这里顶峰版的话要选到最上面这个高柜，它才能吸附得到。然后这里50，然后地脚线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哦，这个可能没法加，没办法加，一会儿的话通过延长方式。色的话换成黑色吧。然后这边的话就左边的话就是移动600，右边也600。好，然后基本上它的造型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通过修改门板和拉手来，这里门板拉手的话就是选择门板，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做法。然后我们找到关掉，应该就是这款了。这款的话，刚才选中的是一个吊柜，吊柜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18平板喷粉。先把吊柜盖好，方形门板，七色。我们用18，用22的都可以，用18的吧。这边用一个奶昔白。拉手的话，这个位置，因为它这个位置其实是没有拉手的，那我这边就用一个反弹器。反弹器是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05，它就可以直接跳到这个反弹器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再通过呃格式刷，将所有门板、所有吊柜门板都做成一样的了。好，下柜门板的话就是这个款式，这款奶昔白。
然后格式刷，所有左边的门都可以用这个，左边的，然后右边的我们再单独换一个。再接下来换一个抽屉，这个抽屉就呃做一个反弹抽就好了。反弹抽的话，门板就是平板的，18分准，18，或者也可以做成这种 J 型，J 斜边 J 型都可以做 J 型吧。买西白格式刷。那这样整个高柜的话，后面的高柜就是基本上和我们这个参考图，很接近了，可以说。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做这个导台。导台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这次的话主要是临摹它的外观，然后为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如何通过我们这种常规的柜体来做成了这种比较高的这种柜门的方式，然后递柜的这种我以更快的方式来为大家这个呈现，然后后面我开始讲 AI。呃，这边的话，我就是看尺寸的话，就是800的一个双门抽屉柜。那我这边的话，直接用一个呃标准柜抽屉柜双门。我先俯视图看一下，800，其他的我不用管它，就改一下数字就好了。然后后面的话，因为有个水槽柜，我水槽柜的话就直接找到全部新盆柜。哦，按照180，通过复制。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对开门柜。高度，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因为我们这个软件的话，生成台面的话，如果你下面是空的，它这块可能会不生成台面。我们先临时放一个这样的一个呃橱柜台面，橱柜柜体，然后后面的话它就可以直接生成，然后我们后面再把它删除，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它这个软件的一个 bug。因为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吧台或岛台下面放腿的位置它没有那么深，我们按这个柜体做350来做，给它调整一下这里的尺寸。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按800的，这边我就全部给它按照这种方式来复制2个，那中间就1.6米。然后两边的话，这两边的话，我们可以按照落地台面来生成。然后这边的话，我先生成台面，也可以Ctrl 框选。这里的话，选择一个黑色的吧。潜囊水，呃，像正常的话，我们现在软件的话，做侧台面的话，它现在只能40后。如果想做20后的话，如果是当地生产的话，或者是我们后面备注下单也可以，但是软件这里的话就有一个 bug，我们可以通过做效果图的话，可以通过自由建模的方式来做这个侧台面。我为大家展示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后面的话就是无后挡水。台面这里的话，我就20，前伸出改成20，然后这里的话就自由建模的方式生成侧台面，在地面画一个刚才是550加350，就是800，800再加840，这边是20，800，然后这边的话就是880高度生成区域。嗯，不是880，550，350，940，这里搞错了，删除。重新画一下这个
算错了，20，这边是900字。这里应该是860，因为之前算的应该是40台面，但是这里做了20的台面，所以然后赋予它相同的材质就好了。赋予当前相同。好，这个再复制过去。嗯，不能复制的话，就我们这边再重新建一个。860，修改材质，赋予它。接下来为这个橱柜增加地脚线，这些柜子就可以删掉了。通过这个仰视的地脚线，地脚线也是设置了快捷键。这个没有生成，我们重新再来一次。所有不用生成。嗯，后色生成。然后
修改一下它的门板。那这里门板的话，我可以直接通过复制这个格式刷这个格式刷，然后这两边的话，我们再加上见光板。指导右侧，上波动加110，860。这里我再加一个，195。高度6，然后1.6米宽度。哦，那就800两扇。不到800，应该是780。减去1本，减去20，780。好，然后这个颜色调整一下啊，这里应该是门板。啊，方形门板400，可视刷。哦，这边可能多做了一组柜子，没关系啊。哦，我这边的话，我就用这个门来格式刷它，或者是用下面这个也行。然后再看一下它是否居中，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先编个组。这个没动。
呃，不好意思啊，没有看到你们的一个聊天信息。电器柜的抽拉板下面是否需要加一块层板？呃，中呃两个中间吗？两个中间是需要加一块层板的。然后你说的这种两个中间是要加一块层板的，然后抽屉和抽拉板的中间，也需要加，也需要加。然后530加350等于900啊。嗯。好，那基本上这个柜体的临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增加一些软装饰品，然后再调整一下地面墙面的一个材质。材质的话，这里我也是摁了快捷键，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设置快捷键的。这个的话是在很接近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好像有收藏，没有。我们试一下这个吧。嗯，是这个。找一个比较接近的啊，就先用这个吧，然后一会儿看一下效果。这个现在没办法直接使用，我们可以先删除这个方案，然后再赋予它，然后我们再找几个模型库里面找一个吧台椅，找一个接近的蓝色吧。我们用这个吧，用这款。然后再找一个烟机。这里烟机的话，我们就这里烟机的话，我们就先不加了。后面的话，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可以加一个烟机。然后这边刚才忘记了，这里还有一个水盆、水槽。这边的门的话，因为这边我们以 AI 渲染为主，所以这边的话我就先直接赋予它这个反弹器的门就好了。生成对槽，找一款单盆吧。嗯，这里先解锁一下。龙头的话，这款是比较接近的，这个先删掉。然后右边的话也有一组，我直接把这个柜体给它删掉。
整个复制过去，重新生成。这个位置下面也不要放过它的材质。接下来增加一个落地灯，这款吧，绿植。放这个吧，啊，红花有点出挑，这个放大一点，大概在这个位置。嗯、这边的话时间关系，我都要直接展示它的这个 AI 渲染的一个流程吧。就过的很多细节的话，我就不做一个完美展示了，直接赋予它在这。然后这个窗户、窗帘。先可以像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放一个单边的，然后我们再替换一个，这样的话可能可以更快的找到一个想要的。然后基本上这个场景就是这些东西了，也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展示一下这个 AI 的一个渲染，先换成标准60、0，然后 AI。你像这个场景的话，有点接近于日落黄昏。那我这里就比如我要一个日落黄昏的一个效果，增加一些提示词，让这个达到你更想要的一个效果。然后这里点一个精拍啊，非常简单，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点一下精拍就可以了，增加一些提示词。当然，你的这个提示词也可以做到更丰富，
呃，后面的话我会分享大家一个提示词，就是这些提示词的话，它是可以有哪些构成的。这里这里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就比如它的话就是可以增加一些真实材质，比如然后与原图比例相同，然后风格的话，比如现代室内设计风格，然后也有北欧简约工业风啊。那比如这里的话，我可以加一个工业风，风格的话可以增加到风格，然后环境的光的话，就是比如它有晴天、雾霾天，然后黄金黄昏，然后阴天，各种各样的一个效果。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效果描述都可以增加这些，这个到时候我会分享给大家。日落黄昏，然后呃包括外景也可以加一个沙漠外景或者是一个自然景观外景。景观，然后提交，先保存一下啊，对，一定要及时保存自己的方案，不然很可能没有保存就没有了。看一下它的一个 AI 效果。那与此同时，我们再进行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一个 AI，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网站的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我发到这个聊天群里，以后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它做一个不同的效果。就是把这个。哦这个非常快，很快就出来了这样一个黄昏的一个效果。可能有点太黄了，那我们再给它一个不同的提示词，让它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这边的话都是我之前的一个尝试，大家也可以包括在里面增加人物。我不给它提示词，然后让它出一个，重新出一个，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如何的。这个这个软件就这个 Flow 的谷歌 Flow 的一个这个 AI 渲染的一个效果，其实方式和我们公司的方式是一样，通过截图上传，然后我随便点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它可以做视频，也可以通过就是我们上传这些模型图，然后变成效果图，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刚才刚才这个是通过一张非常简单的一个效果，然后它可以自己帮你打光，然后帮你优化这些真实材质，然后做成这样一个效果图，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大家可以试用一下。然后，当然这个的话，就是你需要你给它加一些提示词。你看这样一个柜子，这样的一个卧室非常简单，但是它出的效果会非常好。给你看一下，给你们，它会帮你自己打光，然后渲染真实的材质，非常快。这个谷歌的一个 Flow。我打到这个聊天群里，大家下面可以试一下。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做这个的方法包括你看它可以做一个视频。
都是通过这个 Flow 的，而且它是免费的，最重要它还是免费的，非常非常好。这也是我做的一个视频，就上传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图片，然后做成一个，首先先做成一个效果图，然后再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包括这里的话，我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 AI 的软件的一个功能吧。就除了模型上传，然后变成一个效果图，真实的一个效果图，然后还有一些做成视频的一个效果，还有就是我可以描述替换它的颜色，替换它某个家具。我在其他的一个项目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还可以给这个效果图增加一些人物动态，增加一些人物。当然这个增加人物，我们公司的这个软件也是 AI 也是可以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看可以在这个效果图中增加人物，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当然它也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像这里它就出错了。那这个的话，其实我是给它只是上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呃模型图，然后它就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图。最开始是上传的是，我给大家找一下，就是最开始其实就是做成类似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放一些软装饰品，然后直接上传到这里面，就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图，效果非常真实，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如何做成这样的。首先就拿这个来举例子吧。我的这个东西有点多，这个嗯。比如我现在截这样一张图，然后我发给豆包你们有没有？你们那边有没有经常用到一些 AI？没有如果没有像中国这边的话，有 AI 有很多 AI。我现在用的是豆包，当然你也可以用谷歌的 Gemini，这个也可以生成一个提示词。我用这个吧，因为这个可能你们经常会用到。一样，我先上传一张刚才的这个模型贴图，然后让它帮我生成提示词。我是这样描述的啊，帮我生成提示词，我要变将图片变成真实照片。然后发给这个 Gemini，也是 AI，然后它会帮你生成一个提示词，然后将这些提示词再复制到这个 Flow 里面。当然，这个 Gemini 它也是可以渲染这个直接帮你渲染效果图的。但是它先生成提示词，然后再渲染效果图，它精度会非常高，它不会改变你的模型。有时候如果你直接让它生成，它会改变你的模型。所以现在我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生成一个提示词，然后通过复制这个提示词，然后在这个 Flow 里面新建一个项目吧，粘贴刚才的提示词，然后再把这个上传一下图片。
嗯找到刚才那个截图，然后上传进来，通过 Gemini，然后提示生成这个提示词，然后复制粘贴，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比如16:9、4:3，然后1:1，然后它这里可以选择大模型有 Banana Pro 和 R，可以直接选择这个 Pro，然后可以一次出2张、出3张、出4张。然后这里我让它一次出2张，然后直接点击发送，它就帮你直接 AI 渲染，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公司自己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公司公司自己产品渲染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也非常快捷，而且真实保留我们产品的一个这个材质，然后包括这个造型。然后这里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添加人物。呃，帮我生成一个人物，动态模糊的人物吧，动态模糊的人物，天合适位置。其实非常简单，直接口语化描述，然后呃在这里最好是在这里添加人物，刚才是在这上面把这个复制过来，看一下它 flow 出来的效果，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flow 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的真实，帮你把这个所有灯光打好了，然后当然这个可能它的贴图，这个地面墙面这些贴图你可以自己再调换一下，效果还是非常棒的。那现在它上面是没有吊灯的，让它在这个基础上帮我增加一个吊灯，不是吊灯，是一个烟机，在图岛台上方参考图片，给它一个参考图片2，然后这个先选择这张照片，然后我这里再上传一张参考图片，比如这个我把它复制过来。啊，另存为桌面。
在图片一中添加一个油烟机和吊灯。哎，参考图片二，然后让它生成一下。再看一下公司的这个 AI 有没有生成一个人物。它这里生成了2个人物，我们这里可以通过这个文字表达让它生成1个或者2个人物。这边是生成了一个动态模糊的人物。看一下，你看，给它了一个参考图，它直接根据参考图的烟机，然后包括吊灯，帮你直接生成，直接文字描述就可以了。非常非常方便。这个当然，你的文字描述越具体越详细，它达到的效果和你想要的效果就越接近。包括它直接帮你把这个电磁炉，包括这个也给移过来了。你可以看它其实非常真实的，可以下载。下载的话就是2K，最高2K，4K 的话可能就需要你充会员了。这个谷歌的，只要你有谷歌账号都可以使用这款，大家可以自己下去用一下。然后这里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的一些使用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其实非常好的。找一个这个吧。呃，这个案例其实非常非常好，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客户需要做的柜子是这2个柜子是客户家原有的，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上进来，然后告诉他这个区域是客户原有的柜子，帮我把原有的柜子放到这个效果图当中，他直接帮我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柜子放进来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的一个过程。你看，最开始渲染是这样的一个柜子，然后我给他上传了一个客户家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柜子，然后让他替换。嗯，然后这边的话，你看可以，它是有做了几个，你看，呃，这个是客户家原有的柜子，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直接上传进来，然后它直接帮你 AI 渲染到这个客户家原有的柜子样式。你看这个也是。那我画一个红线，就是在这里，大概就是你看，可以看一下，我是在这里这个区域，你看画了一个圈。我描述的话就是红圈位置增加参考图1和2，然后图1的尺寸给他，图2的尺寸给他，那他自己就帮我融入到这张效果图里，非常方便。然后你看我这里的话是换了一个吊柜的颜色，我给这个 AI 提供了一个我们自己产品中的一个木纹色，然后让它红圈的部分替换成这个颜色，那它可以替换成这个颜色。那这是 AI 我们之前很难做到的一个方式，那通过现在 AI 的一个使用，它可以做到，非常好用。你包括这些木纹，让它修改，包括我上传了一些这种吊柜的一个模型，然后让它帮我直接在这个位置添加这样的一个效果，它直接就帮我做成了，我甚至不需要建模，那它就可以生成我想要的一个效果，包括帮你改一些设计都可以做到。那这是其中的一个运用。后面还有很多。你看我上传的其实就是这2张照片。
包括生成视频，它也是可以生成视频的，生成这种厨房9宫格，非常真实。这个其实就是这张照，在这个图片里，然后添加了人物9宫格，可能现在 AI 还可能会有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比如这里没有窗户，它帮我增加了窗户，那这里的话就需要你通过提示词来限制它。你看，这是这张原始的模型图，然后上传之后，它帮我生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图。然后你看有这种冷色调的、蓝调的，然后有这种暖色调的，就不同的一个描述词，你给它不同的提示词。你像这款这个炉灶，可能我们模型中不一定有，但是如果有这张图片，那我们可以通过上传这张图片来替换这个场景中的这个炉灶，非常方便。都是这个项目的一些，你看我是上传这个模型，它就直接帮我生成了，非常好。包括你看，这是我们公司产品自己的沙发，如果我们通过软件渲染它的沙发不够真实，我们可以通过上传这样一个沙发，让我们的一个产品变得沙发更真实。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一个沙发，我找一个就是替换过的一个沙发给大家看一下。嗯。哦，可能在其他的项目里啊，这个可以看到吗？它非常真实的还原那个沙发的材质质感。然后我给大家找到，呃，对啊，这个是我之前测试的时候做的一个效果图渲染，你看，它可以做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个甚至帮你提供一些灵感啊，帮你优化一些设计都可以，你看到吗？我都是通过提交这样一个模型，最开始是提交一个模型，然后让他帮我渲染，然后给他参考，给他提示词，包括这些，就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效果。然后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用。那这个项目的话，那其实我就更方便了。我只是建了一个这样的模型，看到吗？我甚至基本上没放什么软装，大概一个布局，那给它一个提示词，那它帮我直接渲染成这样一个效果图，可以看到吗？这是我上传的模型，然后你看，这是我们公司产品的一款床，但是我们公司产品这款床在模型中它又没有这款模型，那我通过上传这个图片，那它直接帮我生成这样一个非常符合场景的一个真实的床，效果非常好。看给它不同的角度，它甚至出来一个不同的这样的效果，知道吗？可以让它帮你增加里面的衣服，增加一些软装饰品。那这个是给了很多的这个衣服，然后我后面的话让它减少一点啊。它有一些可能会出错，但是我们可以多尝试几次。你像这些是完全可以使用的。因为这个时间有限，今天的 AI 展示，包括前面的一些插件，包括这个 Quaker 的一些使用方式，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可以私下来单独问我，我基本上都在你们的群里有我的一个有我的一个微信，你们可以联系我，或者是如果真的有需求，我后面可以单独再讲一节关于这些插件的使用、快捷键的使用，包括这个 AI 的一个具体的使用。因为今天课程时间有限，
那只能讲到这里了。那今天课就到这里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发一些问题，然后这边可以给为大家解答一下。没有了是吧？没有了，是。啊，可以可以，后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联系我，因为这个确实是时间有限，然后讲的内容有点多，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录制的一个视频，看一下我制作的一个方式，我通过哪些方式来提升效率，然后或通过哪些方式来更好的临摹，就是这种高端橱柜品牌的一个设计效果。啊，包括后面的 AI 如何使用，大家都可以通过回放，包括私下联系我都可以。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的一个观看，拜拜。